我们两个是一见钟情，刚开始还挺合适的，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太爱玩了，而且从来不会拒绝别人。他现在对我的管束越来越多了，而且总是打着各式各样的理由监视我，完全不信任我，我真的很难过。不是我不信任他，而是他太受欢迎了，又总喜欢和朋友出去吃饭聚会，让我真的特别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我为他改变了挺多的，但是我们两人还是经常吵架，没完没了。我不知道这样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走下去。我现在真的很茫然，我想跟他分手，但是我又舍不得。我现在真的好累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鹿22岁，来自长沙，是一名销售；女嘉宾小芬22岁，同样来自长沙，是一名微商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都不太高兴，是不是？情绪不好，怎么认识的？跟大家说说。之前在餐厅里面吃饭，然后就在一家餐厅嘛，他跟他朋友，然后我和我朋友，当时觉得他挺好看，就找他要了号码，然后就相处着，就后来跟他表白了。认识多久呢？从餐厅那一面到现在？半年多。哦，半年多。今天谁要来啊？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太爱玩了，经常跟他朋友出去聚会啊、吃饭啊、喝酒、唱歌那些。然后可能早的话呢2、3点就回来了，晚的话可能3、4点都不回来。你是说夜里吗？对。哦。然后也跟他吵过很多次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不要这么出去玩，多陪一下我。然后他也当时就答应了。啊。然后过不了几天，然后又出去玩，然后后来吵过一次很大的架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在你以后只要出去玩，那我就跟着你。哦，你跟着他。对。然后结果就刚好有一次，在餐厅里面，那是他朋友喊的局，然后我就过去吃饭嘛。然后结果隔壁桌就一个男生让服务员过来找他要号码，然后当时他就问我，他说能不能给啊？我说不能给，然后当时就没给。然后后来我就去洗手间嘛，从洗手间一回来就发现他跟那男人2个人在那边嘻嘻哈哈在那边笑，我当时觉得很气，我觉得他太敏感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管得有点过，就是我平常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他就会老是跟着我们，像刚刚他说的那个。那是我们朋友一起去吃饭，然后在餐厅里面，一个男孩子他要一个服务员来问我要号码。当时我第一反应我是问他，我说能不能给，他就跟我说不能给，我就心里想着我反正也没有想给他，但是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会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说的。哦。然后第2次他问我要号码，是因为他看到那个服务员不会给他号码，他就会主动来问我。然后当时我就想，等于那个男生自己又过来要了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当时我是基于一个人之间的一个礼貌，所以我就当时没有去拒绝他，我就直接就给了他，就当做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吧。我也没怎么想，我觉得他太敏感了，太小心眼了。啊，男生说，你看，他不会拒绝，是吧？对。女生说，我只是把他当成一种和人相处的方式，我觉得没什么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。啊，那就是说你们现在。他出去玩你就跟着呗，那也没什么呀。但我跟着他的时候，他就也不把我当朋友那样，就感觉连朋友都不像，就把我一个人晾在那边跟他自己朋友玩，干嘛也不理的那种。不是我不把他当朋友，是因为他老跟着我出去玩，就次数比较多。你说你偶尔去几次无所谓，但你老跟着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玩得好的朋友的之间的感受呀？他们是不希望我老带着我男朋友出去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不是男朋友吗？大家在一起玩。因为几个都是女孩子。哦。对，都是女生啊。对，没有任何男生，就带他一个，别人就说我怎么带了一个尾巴。所以你现在也不带他是吧？那你不带他的时候，他会去接你吗？哎，结果一说到这个事，就更加有一件事了。那天下午是我跟我朋友吃饭，然后他跟他朋友吃饭，然后本来是约着好，就是吃完饭然后一起回家嘛。我吃完饭之后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还要玩一会儿。玩到晚上之后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我说走吧，回家吧。他说他还要玩一会儿，我说那我过去找你。他说你不方便过来，我说我怎么就不方便了？我说你朋友我都认识，对吧？然后他又讲你就是不方便，他说你不要过来。然后后来讲他说只要你能找到我，那你就来找我，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。然后后来我也打了10多个电话，他都没接到。然后那晚上是在酒吧玩嘛，我去酒吧一条街那边挨个找他，
每个酒吧我都找遍了，然后我还怕他在洗手间里面，我在每个洗手间还蹲个2、3分钟，然后再走，再换一家酒吧去找。然后最后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在那边玩得很开心，我就直接把他拉出来了。你那哪是拉呀？他直接拽我出来的。他当时进去一话不说就直接把我拽出来，很凶。哦。对，然后那一次是因为我闺蜜她生日，然后大家说好了，说这一次无论如何都不要叫任何的异性过去，就是一个闺蜜趴。啊。然后就是说，那就跟她说呗，我闺蜜趴不能带男朋友吗？因为我当时是当着我闺蜜的面接的电话，那我肯定不会当着我闺蜜的面说我闺蜜不让你来，那我只能说不方便呀。反正那时候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有那种好奇心，你越不让我来，那我就越觉得有鬼，我就始终觉得有鬼。那你去了抓到鬼了吗？我当时也没有在里面吵，我就直接把他拉出来了。不是那里面有鬼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鬼啊，但是他当时解释没有解释清楚啊。你还说我有鬼？他就只能说他你不能来啊。你说我有鬼，那你朋友圈屏蔽人的事情怎么说？他跟我之前在了一段时间，然后他就发那个我们俩的照片发朋友圈了。当时我是心里想着挺感动的，我想着他光明正大的公开我俩的关系，我想着他心里还是挺在乎我的。然后那一天我就拿他手机看他自己的那个朋友圈，我发现那些照片他都屏蔽了一些女生。你是想留备胎吗？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吗？因为在认识他之前，就有几个女孩子就也没有在一起，然后是跟他在一起之后也没有联系过了，但是之前就是感情上有一点纠纷那种。然后但因为那是朋友介绍的，就说如果直接发可能会尴尬，删了又不行，所以就直接屏蔽了。然后跟他解释过很多遍了，反正就是只要我现在一说他就在找借口，就反过来还要说我那些。然后他现在就在家闲着，知道吧？他没有上班，天天就闲在家里。然后我每天上班，我8点钟就要出门嘛，然后下班到家就大概7点钟，然后每天还要做饭给他吃。刚开始的时候做给他吃，可能感觉还好，就是他可能会很开心呀，或者说觉得我很好啊。但后来就有时候我不做了，或者说我累了我不做，他就反而觉得我变心了，觉得我怎么样了，觉得我应该做的。然后还有一次，公司下午出了点状况嘛，那天下午就特别累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晚上就不要做饭了，我说你点外卖吧。然后他就非得要我做饭，做好饭之后，他坐在那边看电视，还得让我给他端茶送水啊，还得给他切水果啊那些。我就坐在沙发上玩会儿手机，他把我手机还给抢掉。我抢你手机是因为你一下班你就在那儿玩手机，你也没跟我说你累呀。你说我没有工作，我平时是做微商的，他白天在公司上班，他不知道我在家干嘛。那我做微商，我压力也挺大的，我也挺忙的，也挺辛苦的，也要去订货，我还得自己去搬货、补货、去发货这一些。平时我也挺忙的呀，你说我没事干，那我还是有我自己稳定的收入的。他当天回来之后，他就直接躺在沙发上直接玩手机，他也没理我。我是想着说，你昨天答应好了给我做红烧鱼，但是你现在一回来你就在那玩手机，你也没理我。那你答应好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做到呢？我也确实我承认，当时我任性了一会儿。但是你说你累，你得跟我说呀。你在那玩手机、玩游戏，你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那会儿下午仓库出了点事，我来回跑了，那天就一直在处理公司后面的事情要处理嘛，就跟客户聊天，跟公司里面聊天怎么解决。他就直接二话不问就直接抢过去，然后就发脾气，一发脾气就说分手那些。就有时候我朋友都说他无理取闹，我现在就真的感觉，就是他真的有点无理取闹。就是反正你们两个人现在对彼此都有点那个哈，你们俩在一起快乐吗？有过快乐的时候。这才半年就不快乐了。我觉得矛盾太多了。然后之前我都感觉就是可能只是因为小事情吵嘛，然后前2天我就感觉他就有点伤害到我的自尊心了。做了什么事儿？因为他特别喜欢狗嘛，然后我本来答应他过生日的时候给他送一条狗，然后那天我们就去看狗，他就特别喜欢那只狗嘛，又怕别人买走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因为我刚换一份工作，然后前期的收入可能就不太稳定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如果你怕这条狗买走，然后又特别喜欢的话，你就自己先买着，等我发工资了我再补给你，我这样跟他讲。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就一直沮丧个脸，就不开心，我就感觉就已经开始因为钱来闹矛盾了，开始嫌弃我没钱了。我不是嫌弃你有钱没钱，如果我真嫌弃你的话，那我不会在这里跟你上节目了。我其实不是在意的，就是说你送我多贵重的一个礼物，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俩去共同养这么一个小生命，然后一起去把它那个带长大。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孩子的一个小心思，但我并不是说在乎你有钱没钱。这狗后来买了吗？
没有。那件事没完，当天晚上哄好了嘛，感觉，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因为第二天我休假，然后就约好说下午去吃饭啊，看电影。然后那会儿她化妆，那会儿就问她，我说，哎，去哪吃啊？吃什么？看什么电影啊？她就一直不理我。我说你怎么了嘛？我说吃什么东西你说啊。然后她就讽刺我的一样，她说你有钱你说啊，你想吃什么吃什么。7天他得上6天的班，只有1天的时间来陪我。然后我就想着说早点出去，到时候一起吃饭、看电影什么的。那你当时你就答应了，然后我第2天就起来了，然后一直在那儿叫他，他也没起床，他就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，我就很不开心。那你如果就是说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觉得你就不要答应我。没有啊，我做到了。1周7天，我上6天班，我休息1天，我睡一个懒觉，怎么了，对吧？我已经答应陪他玩了，就非得懒觉时间都要剥夺。对，我问一句，我就感觉特别累。就是我听来听去，他没有嫌弃你没钱啊。但他当时就那样说啊，他说买条狗还得让我自己出钱。啊，你就觉得这句话是伤害你了。第2天说哪句话也伤害你，你觉得？啊，你有钱啊，你说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就加了2天，中间都没有隔天数，就直接讲。所以这次是你受不了了，是吗？啊，感觉很累。你来要干嘛呢？我就希望可以劝劝他，看他能不能改变吧。你让他改什么？不要那么爱玩啊，然后可以多理解一下我。你其实是希望他能改变的。对。这个男生听起来挺黏你的，是吧？对。喜欢他这么黏糊你吗？黏我觉得是挺开心的，但是你得有个度啊。好。你别老跟着，我觉得他是监视我。你介意他挣钱挣得少吗？我不介意。行，我要问就这么多了。3位，问一下女生，她说你经常出去玩，你是1个星期去几次？4、5次吧。你每次几点钟回家？晚上基本上？有时候大概是凌晨1、2点。啊。对。就最晚就凌晨1、2点。3、4点吧。3、4点。对。你家里干活的吗？你刚刚听他说都是他做饭。我不愿意去干，而是我之前有帮过他，但是那个我不会，他也说了，他说你还是别做了，他说你到时候反过来帮我倒忙了，我就没做了。哦，好。还有问题吗？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还是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姑娘，你这都玩什么呢？玩到半夜1、2点、3、4点，还1周3、4次。就平时那个，我跟女性朋友，因为女性朋友比较多，也是特别爱玩。不问男女，就是玩什么？就出去吃饭啊，然后唱歌啊，有时候去喝酒。就是吃饭、唱歌、喝酒非常有意思，胜过于陪男朋友。也没有。哎，我听你的安排就是这样，1周3、4天要出去玩吗？但是他是白天没时间陪我。然后我晚上也是因为我朋友叫我出去玩，白天他没时间陪你，晚上你没时间陪他，那你们谈什么恋爱呢？那我朋友叫我就出去了。朋友比他重要。说实话啊，我从这个女孩整个表述听起来，她一点都不爱你。如果一个才半年，从认识到现在才半年，且不说你们恋爱多久，这样一个恋爱状态能够1周3、4天去和朋友玩，而没有时间陪男朋友，一点都不是喜欢的样子。你刚才一上场就说，哎，有个男孩子过来跟我要电话，我第一反应是我要跟我男朋友商量，我可不可以给他？这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明明知道这个男孩子是来跟你搭讪的，直接拒绝就好了嘛。我有男朋友，对不起，还要商量。所以我不觉得你很喜欢他。而这个男孩呢？你说你发个朋友圈还屏蔽其他的女孩，你说是因为怕尴尬什么的。如果爱得光明磊落，什么前女友，什么喜欢我的人，无论是谁，我都愿意昭告天下，我遇到了我爱的人。所以你为什么会去看着他？你会想去跟踪他，看他到底在玩什么，有没有什么鬼啊？是因为你自己心里也留了一片阴影，所以你觉得他出去玩是不是有别人啊？也许你是喜欢他的。但我并不觉得这种喜欢是健康的，所以这就是你们今天的局面：一个不那么爱对方的女孩，和一个心里并不是很纯洁爱着的男孩，这样的相爱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？真的是彼此在消耗，我听起来没有什么意义。
还有你啊，你就算不谈恋爱，你也别那么玩了。现在还年轻，再过10年你就知道了，你会老得比别人快。好，谢谢袁老师。米帆这样的爱玩呢，其实在生活当中的确有一部分人。所以刚才严老师的那个点评你要注意，如果半年之内你觉得好像跟他玩不到一块儿去的话，那就提示在你心目当中，这个人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的让你那么牵挂。那我劝男生，他就爱玩，这个你是改不了的。你认识他爱玩，认识以后还爱玩，结了婚有了孩子，他可能还爱玩。所以你的那种所谓的盯梢也好啊，还是看着他也好啊，还是关心他也好，这个性格来讲，不是通过你的这样一个方式能够发生变化的。那男方就衡量一下他的性格，你还有能力来去改变他吗？反正在我这里来讲，如果是性格问题，我觉得改变不了。我建议你们重新来衡量你们的感情，毕竟时间还是很短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你当初追他的时候，向他要电话号码的时候，你是问他要了他就给你了是吧？啊，当他很爽快的把电话给你的时候，你心里什么感觉？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啊，因为当时自己想要嘛。然后发生那件事之后，我就发现，他可能是不会去懂得拒绝别人。因为男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物种，他追女人的时候吧，他小心翼翼，特别害怕对方回绝自己。但其实如果女人非常爽快的就答应了他，你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所以有的时候这女人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，是应该矜持一点呢，还是应该直接一点？但其实在我看来并不矛盾，矜持并不意味着就是死板。如果面对于自己心目当中很心仪的男生，我是赞同爱要大声说出来的，不需要那么矜持，可以直接一点。但如果对了除自己心仪之外的男人，其他的男人都可以轻易的要到你的电话号码，我就觉得有点太随便了。你说这是礼貌，礼貌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，但对于那些不怀好意的人，也有必要礼貌？一周3、4次、4、5次，凌晨1、2点、3、4点才回家。我暂且不说你是一个有男朋友的女人，你就是一个单身女人，你也可以在家收拾收拾屋子吧，读读书吧，你也有事儿干吗？你怎么就那么闲，可以天天晚上出去混呢？我就特别想不明白。而且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一个心里有爱、有男朋友的人，应该是心无旁骛的爱着对方，对其他的异性熟视无睹才对。但是你不是，你心里没有对方，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不爱回家呢？你的日子表面上看上去很热闹，但其实你不觉得你的生活很乏味吗，姑娘？你觉得天天跟他们混在一起，觥筹交错喝酒，你觉得天天这样有意思吗？人闲暇的时候总是需要静一静，扫扫屋子，读读书，哪怕是旅游看看山水也是不错的。你天天跟那帮人在一起混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，你建立了彼此临时的小家，你对这份家就有一点责任。无论是对于家庭的爱护、家庭的卫生、分担开支，你都是有责任的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责任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在一起？你完全可以过你自己单身的日子。所以别的不多说了，过正常的日子，别整天醉生梦死。不管是为了他，也是为了自己。至于男生，一个女人的心不在你这儿，你是留不住的。其实你早就预料到了今天的发生。至于你自己所说的，用种种方式来挽留他，不用你做家务，晚点回家我也会在这等你。你用这样的方式是留不到一个人的。一个女人要非常自发的，愿意为你付出，愿意为这个家庭付出，这日子才有奔头。否则的话，你做再多事情也是于事无补。行吧，散了吧，就这样。有一些结论基本是摆在这儿的，
就是大体这个女生对这个男生的爱还不够，就是当异性相吸的时候，当然是希望腻咕在一起，而不是愿意彼此分开嘛。你违背了这个基本规律，那不太现实，你不够爱他。那不够爱为什么要腻在一起呢？男生那么累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呢？你们自己问自己好不好？爱了，冲动了，发现不合适了，大家分开，留一段美好的记忆就好了。如果还想在一起再尝试，那就放轻松，想想最早在一起是为什么，又为什么好。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就有时候有朋友啊，还有他自己也问我喜欢他什么，就包括现在，假如说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就反正我就总觉得一点，就是你玩够了，那你就会回家，所以就一直抱着这样。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玩够。我也会改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我好好考虑一下吧。哈哈，亮灯吧，既然他们不愿意说的话，还愿意等吗？你告诉我一句话。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好，请回吧，谢谢两位啊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，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行，挺好。